大家好，又是艾德人啊，不是一个测评，只是 POV。如果你们有看我上个影片的话，我是开着 Mazda 6 2.5，那个是 facelift 版本。今天呢，就有缘分来一个 Mazda 6 Pre-facelift 2013年的2.0 Skyactiv 啦。非常感谢车主 Ivan 呢借我这辆车来拍摄啦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车到底搞了什么 ，Let's go。上个影片的话，你会看到一个红色的，那辆是一个2015年的小改款，这辆是一个刚刚2013年在马来西亚推出的时候的第一代 Skyactiv 的 Mazda 6。这个车是2013年的车，不过是在2014上牌的。当时2.0是推出17寸的 rim，2.5是19寸的 rim， 所以车主现在是换了一个18寸的。你会看到这里是一个 TE37， 轮胎是 Michelin PS4 235/45R18， 前后是一模一样的 size。但是你会看到这辆车是偏高，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原装的避震原装的 spring， 它没有改过任何的侧角方面的东西。Brembo F50的这个卡钳 ，Forbord 355的这个刹车盘有打洞口的。车头灯这边迟一点呢 ，Ivan 就会改。2013年的车到现在2021年了，我都觉得它的整个外形啊是很好看的。当然，如果你说更好看，那是 facelift 啦。但是这一款的话，都其实蛮不错的。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去玩。打开车门看看一下，2.0是没有给 keyless entry 啊，但是它有 push start 在里面，就好像你2017年买100-200这样，你开门需要用锁匙。但是 start 呢，就是有 push start 的，是不是很搞笑嘞？这辆车是一个全进口，日本进口，所以你看它关门的声音哦，是比一般的来的更干脆的声音。我们可以讲到 solid 啦。风琴式踏板是我很喜欢的一样东西。大把灯在这边 ，facelift 的话就放在这边比较高一点。踩 brake。在这个年龄的车哦，这个把灯我个人是觉得算是蛮好看的。听一听它的把灯。那当然是没有那个 facelift 的那个 quality 来的好，但是以2013年的车来讲呢，其实是很不错的。之前的这个唱机的话呢，它是一个比较小的 screen， 然后有2粒按钮的，不知道你们有看到过吗？然后车主就换了一个 Android 的唱机，就有一个 K 星在这边 Android 的。不过车主在这边就改了什么呢？你会看到这边改了一个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 这个是一个 wireless 的，所以你上车的话，只要你的手机在这边，你就可以按 Apple CarPlay。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button parking。sensor， 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位置，可以把钥匙放在这边。这是一具6速的自排 AT，Mazda 都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在用着的。2.0来讲是没有给 pedal shift， 这买到2.5它才会给到 pedal shift。那这一辆的话，为什么会有 pedal shift 呢？是因为车主自己用了500块左右，你看，你可以在这边按是可以用的哦。看到吗 ？M2 是 plug and play 的东西来的。车主说，只要你是有 cruise control 在这边，它是整 set 在里面 ，cable 已经 standby 好了，有自动头灯。一路来我很喜欢 Mazda 的这个 signal 声音的是这个声音，注意听哦。Fog lamp， 然后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传统手刹，其实这个手刹哦是有点长啊，可以让我放热手，有时候看一看也是蛮不错的，有东西可以给我抓。这边有一些 cup holders， 你可以关一关。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中央扶手哈，有一个 USB auxiliary， 还有一个 power outlet， 可以拉，所以可以就是拉长，可以放你的手啦。我们来听一下 Mazda 的 horn 是什么声音啊？唯一一个2.0跟2.5的分别就是呢，你会看到2.5呢，这里会多了一个天窗，里面有 Bose 的音响，这里中间有一个壳，你会看到这里是没有 subwoofer 的，只有2.5才会有，所以这个是一个壳而已啦。然后整个里面内饰啊是 soft touch， 这个是 hard plastic。门方面的话，你会看到这个是 soft touch 皮革，下面才是 hard plastic。其实 Mazda 的 build quality 又来了，都不差的，真的。4个门都有自动上下 ，all the way。i stop 啦，但是车主已经 bypass 掉，他已经关掉这个 i stop system 了。防滑系统可以 off 掉它，可以开引擎盖。未来车主会改一个 LED 头灯啊，现在在等着，灯壳也会换掉。你看到这边有一个 fog lamp， signal 灯是传统灯泡。也是一样啊 ，facelift 了之后哦，你不会看到它有油压顶杆没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Mazda 不给了哈。降价钱来讲，想当年2.0呢需要160千左右，2.5呢大概190千左右，就这两只东西应该也没有多少钱吧。这辆车是2013年的，现在行驶了200多千的这个公里，还是很好的一个状况啦。2.0公升产生着153匹马力，在6000转的时候，200牛顿米就在4000转的时候会爆发。2.5跟2.0之间的分别就是2.5在3250转开始爆发最高扭力，这就已经是4000转才爆发啦。车主还拉了 Ultra Racing 的 strap bar， 前后整辆都是原装啊，车主也没有做任何的 remap。
facelift 的呢是一条直线的灯，原装都是双出的，但是可能车主去改大了这个头啦，声音就没有了。这辆车这一代的马自达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了，没有盖，完全给你们看到它这里有一个骨架。椅背的话可以做6次倾倒哈，如果以2013年的车来讲 ，Camry 是不能做了，Honda Accord 好像也不能，但是这辆车就可以了。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original 的 air filter 啦，因为车主也是换了一个 Works 的 air filter。Drop in 不会算很大，看到这里占了空间，因为后面是 Multilink， 前面是 McPherson。Multilink 的话，在 D segment 是很需要的，因为这么大辆车操控也是需要的嘛。反正这里就是有放风的啦，还有这个 lock nut 啦，车主都会放在这边。后部空间 facelift 和 pre-facelift 的分别没有很多，桌子全部一模一样。这里的话，我会再到 facelift 那边也是可以看得到银色的，它不是 plastic 来的哦，摸下去很像这种 aluminium 来的，连这个也是。有声音的，它不是 plastic 一样哦。上面这里有2粒灯哦，这个少了一边。后面还有冷气出风口，这个跟 facelift 好像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分别，就是一个拳头。头部空间后面有一个多拳头的位置。2.0 有给 memory seat 了2 set， 但是只有一边啦，那边就没有。Hello Ivan。Hello。哇，你有多高哦？188。他的脚都顶到了。后面还有我的是吧 ？Hello。每一集都是有他在里面的。他穿。这样巧了。我们现在去试驾一下 Mazda 6。在2017年想买车的时候了，我是考虑过买马6的2手的，但是你知道老人家啦，就是说 Mazda 的 spare part 贵啊。Mazda 的问题多啦，这是他讲的啊，所以就没有买到。反正去买Toyota的话，老人家就没有话讲。还有一个 Ivan 有改一样东西，这里有一个 button， 前面 camera，which 我觉得这么大辆的这个 sedan 的话哦，我觉得很需要这个东西啊。那关掉是按多一次咯。OK， 踩一下油啊，2013年的车，它的这个油门哦还是很精准的。我是喜欢这种油门，有一点像 BMW， 所以马自达的话是日本的 BMW 吧，也不再是 Subaru 吧。OK， 好，我们来访问一下 Ivan 啊。你这个车是2013年的 manufacturer， 但是2014年 register 嘛？对。你跟我讲，你这辆车是买2手的对吗？对对。几时买的这个2手？大概18年的5月尾。18年的5月尾，当时你买这辆车mileage有多少？当时买有125,000 km。哦 ，OK 啦，差不多5年内，它走到120多千，大概是这样啦。然后现在的mileage是210多千了，有超过2字头了啊。所以，为什么当年你会选择 Mazda 6啊？其实当年没有特别讲选马6。当时我买车的时候，我也是在看着 Camry 跟 Accord，so 误打误撞之下，有朋友认识到的2手车的 agent， 他讲收到一辆 condition 蛮美的2.0马6，然后就拿来开来给我试驾，试驾了过后就完全颠覆我对 Mazda 的印象，就立刻就拍板。下定了哦。这个车我目前觉得蛮舒服一下啦，38%到40%的油门用 pedal shift， 它的声音给你很想要再就是讲你拉我多一点啊。对。这是 Mazda 的引擎来的。OK facelift 跟 pre-facelift 的分别就是它的隔音啦，所以这个是 pre-facelift 嘛。当然它的隔音是可能没有那个2015年之后的好，但是我听到还是有一点它引擎声哦，给你的感觉是哇热血哦，这样子。胎噪方面差不多，只是讲那个风声跟那个 engine 声音，我这辆车听到有一点那个 passion 啊，哇这样子。所以你买到现在的话，有遇到什么问题？因为你200多千了嘛，有 face 到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大致上都是 wear and tear 的东西哦，车脚啊。那些时间到了就需要换了。那些 engine mounting 啊 steering rack 啊，这些都是到特定的 mileage， 它就是你需要更换。所以现在是还没有换过。换了。哦，换了。买了过后就已经换了，再加到现在，然后下一次再换又可以加到5年。lower arm 就好了啦，因为很多人讲 Mazda 的东西很贵啊，这样子你换一 set lower arm 需要大概多少钱？我也是买 genuine parts， 所以一 set 的话大概也是5
500-600这样子，因为我是直接跟 spare part 店买的，自己拿去给自己 foreman 装。如果你不熟悉 spare part 店的话，可以回去 service center， 价钱会贵一点，当然它也会有保质期3个月。自己买 spare part 的话就没有保质期哦。还有就是 absorber 方面呢，很多人讲哦，马上 absorber 很贵的，就是那个避震啊。absorber 的话，我那时候换一 set 加 mounting。一set大概2000加人工2000左右 ，OK 吗？我觉得没有讲很贵到哪里去。对。可能会比Toyota贵少少，因为Toyota很多选择，可能你不要原装，你要 KYB 啊那些是可以。但是马自达是不要忘记哦，这个2000块是原装的这个避震这个 absorber 这样子。OK 啊，我觉得是蛮不错了。这是当年的价钱啦，因为现在物价都上涨，所以对。根据现在的它的来货的价钱成本，然后再有制定的调整啊。不过我 feel 到这辆车是什么呢？很舒服嘞，真的不会讲很跳那种。比较硬一点啊，毕竟它是 D segment 啊，它会比可能Toyota那种来的硬一点点，但是它硬一点点而已啦，它不会讲很多。反而它18寸的话没有这样跳啦。你如果加到2.5的话，我讲19寸的话，那个会比较有路感一点，因为它薄嘛。对，17寸会比较舒服，18寸会比较硬一点。哦，是咯，原装这辆车是一个17寸的。对，215啊，55R17，对吧？对，如果没有错的话。对。OK 啊，反正我觉得是很好，还是很好开的一个车。它的牙箱，它的 Skyactiv 的组合真的是一级棒的，真的，它的牙箱，我喜欢的牙箱是什么？它绑得很紧的，它不会好像 free play 啊给你这样子，你 lock 死在那个牙，比如说，你看啊，它这样就是这样了的，它不会好像突然掉那个 RB 好像 CVT 的感觉，它不会，所以我是蛮喜欢就是这样子。哦，这一代我忘记了跟大家讲，没有 Sport Mode 在这边 ，for 那个牙箱，所以要自己换啦。OK 啦，是蛮轻松的。如果我们3个人坐在这辆车，要高转一点的话，可能3000转。但是如果你比起2.5的话，肯定2.5的力很多，扭力很高多。这辆车就要高一点的这个 RPM 咯，要玩咯。说你说它是打95还是97啊？这辆车95。可以哦，所以是 Mazda 其实是打95是没有问题的啦，没有问题的。High compression 嘛，14:1这样子啊，它是 petrol 车里面最高。打95跟97会有分别吗 ？Engine 声会有一定的差别，97的话 engine 会比较安静，扭力的话你也感觉到比较直接，明显一点，对。你打满一缸油需要多少liter呢？它的这个油桶是60liter的，所以你打大概55、60里面，对，100多块咯，95的话，然后可以行驶大概多少公里这样子？如果是 City Drive 跟 Highway Mixture 的话，大概550左右。蛮省油的，其实 D segment。我敢说 Accord 应该都拿不到这种数据啊 ，Accord 做不到 ，Camry 更不用讲 ，Camry 也是做不到。个人的右脚，你看你怎样去踩油啊？因为Ivan 也是有时候拉一下车人来的，拉一下车人，是一个0到100啦，把 AC 这是 Eco 啊 ，Eco 就是它，我也不懂啊。这样我就关掉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啦，因为它没有 AC 了嘛。关掉就直接关掉，我放低就好了哈，就是给它这样子去吧。可以。踩完。100。哦，它的声音，当你过了4000转之后哦，它的声音来的，好像在尖叫那种声音啊，我不懂怎么去解释。吼叫啊！他跟你讲不够，还要再来。所以我觉得马自达的声音真的是爽。现在我是听到 engine 声音而已哦，没有 exhaust 哦。有 exhaust 的话，我觉得更加爽，因为它 AT 快啊，它换压很快，接近像 low clutch 这样真的。有 pedal shift 可以玩 ，OK 吗？虽然2.0没有给啦，给钱就可以得到你要的东西。没有 Boss 音响，所以我们来听一下大概声音是怎样，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中版权啊，我就放一点声音出来。
因为2.5有给 subwoofer， 你会感觉到那个 bass 是比较强一点。OK 的，是 OK 的，因为8粒喇叭讲都是比较好。Mazda 很多人都是讲胎噪是比较大一点啊，给你知道这辆车到底在做什么东西。它造车的理念不一样啊，人家Toyota是讲舒服，Honda 可能是讲power，它的那个 engine 啊出名吗 ？Honda engine。Mazda 是讲人马一体啦，所以当你有听到你的轮胎胎噪，你就知道你的车在做什么东西，还不可以再去啊那些，所以每一个造车的性格不一样。其实给我啦，因为以前我是很喜欢很舒服的车，在坐船一样，但经过我试了这么多车之后啊，反而有一点点路感的话，其实更好，我觉得你会坐得更爽一点，就是有一点点，你知道那个路是平的还是什么？对，我更喜欢。3000转换牙。Mazda 的话还有一样东西哈，它的那个风琴式踏板，当你踩到完之后，你再踩下去，它有一个 kick down button 的，很像欧系车。这个 button 是给你好像在 highway 啊，想要超车的时候啊，你把它踩完，它就是给你最大的 power， 然后强制降档，降到最低的档去。这个如果你在宝马啊或者是奔驰上面啊，你会看得到啊。但是在日本车 Mazda 竟然会有这个东西哦，好像比如说现在这样，我看到一个 BMW 丢我，踩完，看到吧？哇哦！你会 feel 到什么东西呢？它的高转的时候来的力啊，它一直去的哦，感觉到那个力啊，越高转它越推你去的哦，我就，这个2.0顶啊，好顶。它比我们这个普通的2.0，因为高压缩比，所以你觉得哇，那力水。好啦，不要跟 BM 玩了啦，我们让它啦。但是我现在过不到太多车。等一下啊。Mazda 到现在还是喜欢用6 speed 哦，还没有讲要换8 speed 啊那些哦。Hi, thank you。哦 ，M Sport 的 body kit 哦，贵哦这套。看到 BMW 5 Series 有 M Sport 的 package， 那个 body kit 的哦，都是有钱人。有钱人。OK， 那我们来行驶一下100，试一下 RPM。现在100，大概是100，2000转 ，nice。Highway 很省油，有试过走 long distance 去玩那些吗？有啊，做工经常 out station。哦 sorry， 在玩这边摆都可以。做什么？做路。应该是做路。很多我们这里的观众朋友们想要买二手的 Mazda 的，比起 Toyota 肯定没有什么价钱啊。Ivan， 你有什么 recommend 他们到底要选2.0还是2.5呢？2.0跟2.5的分别是在于它的 road tax 第一，跟给你的驾驶感觉。是根据个人的喜好，真的很难去勉强。那我本身的话，我是喜欢2.5。当然，2.0的话也有2.0的好玩。比如说它的好玩在于你拉高转跟2.5的高转的感觉不一样。2.5的高转它会来的比较直接，2.0你需要给它一点点耐心。对，但是它在高转的时候，无可否认它是的确是有力的。对。我是 feel 到它有那个力水一直在推你去，它不会好像。他会跟你讲，他好想一直你再给我多一点，你再给我多一点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是觉得普通用没有什么要拉车的，还是你喜欢就是偶尔踩一下油的，2.0是够用了的。够用了。如果你买2.5，当然你看到那个价钱差不多，你会觉得，周末我不要去买2.5。
当然，就差那一点点价钱吧，second hand。对对对，因为2.5跟2.0它的 maintenance 价钱差不了多远，真的，因为它的车脚 spare part 全部是一样的，一样的。除了是 accessory 方面的话，就是它的大灯啊，然后还有其他很小小的电板之类的那些。EI Loop 啊 ，EI Loop 对，有一个叫 EI Loop。IE Loop 啊，sorry，IE Loop。哎呀，有时候这些名字太多。对对对。不过2.5就是多了很多东西 ，Smart City Braking 啊，Auto Brake 咯，还有那种叫什么 Adaptive 的 Auto Leveling 的 Headlights 咯，有 Daytime Running Light 咯，那个 LED 的。这个是橙色的，如果没有错的话，2粒。那个传统灯泡的 Daytime Running Light。对。对啊。就简单来讲，2.5和2.0的车头是有分别的，就是在灯那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这个是2.0还是2.5。对。19寸轮圈啊，那个胎压会比较贵一点。那个就是那边会贵一点。会贵一点。不过如果你不喜欢 Anytime 换回18咯，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可以的，但是你19换，人家是从由小换大，大换小的话就怪怪的。我觉得它的原装的那个19寸很美。很美，真的。对对对，所以为什么它小改款之后它还是用回，然后它只是把它那个颜色放去 smoke color。对对对。哇，那个超帅的。到底今天一个 D segment 需要一个大概都要5-6万块左右就买得到了吧？现在。2.5的话6万，13、14年的马六。不过。Alvin 跟我讲，外国的 Mazda 6是有2.5 Turbo 了，他们有考虑过想要放2.5 Turbo 下去看。过一个弯。OK， 我很喜欢 Mazda 一点哦，就是OK， 这辆车 body roll， 新的会有一点 update 啦，所以那个我那天坐那辆呢，可能是因为它添的那个 adjustable。所以它会没有这样多 body roll， 但是这个原装嘛，会有一点，正常的是正常的，但是 OK 啦，就我很喜欢它压箱有那个 rev mesh， 顺这样子过这个弯。那个 steering 给到我的感觉就是精准，很精准，很直接。OK 啦，是真的要给他一点耐心去到4000转，对，就是 OK 的，是有力的。看 rev match， 不会吵 ，nice，I like it。OK 啦，我们那个自行车的试驾就到这边了，非常感谢Ivan今天抽空让我们知道一下 Mazda 6的这个因为之前我都想 test drive 很久了，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它有 auto hold 是吧？没有。怎么它不会去前面哦？它的压箱是连接。是咯。对对对。而且它不会退后诶，它也不会去前面诶。我现在是放 brake 了的哦。这么厉害，然后我的油门就慢慢，你看我要踩多少就给多少。这个是 Mazda 的一个黑科技哈。怎么说呢？我表演给你们看啊，表演给你们看。Mazda 的好料。这个我相信你们的，通常我们Toyota跟Honda做不到的啊。比如说 ，OK， 现在我放在 App， 这是我的油门我的脚放在油门上面，我要维持切5转 ，OK， 看到吧？我要1800，看到吧？我要2000。我做得到的哦，Toyota我踩了要放一点，它就是厉害在这一点，黑科技来的这个，感谢 Ivan，Thank you，Thank you。所以它这个是没有 lock button 的，是每次要我这样子，或者是这样子。我觉得日系车里面，在这个价钱，你没有找到一个会比它好开的车了。我觉得啦，如果你们觉得日本车里面 D segment 哪一个会比这个更好开的，欢迎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目前为止，我是觉得这2个而已啦。好吧，这次的试驾就到此结束了。喜欢看 POV 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拜拜。